Hello， 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冰块。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，还不快来了解一下？我终于知道小鹏 P7 后面那个跟小监狱似的窗户是跟谁学的了，原来是跟他学的。你难道就真的以为买特斯拉的都是无线充电吗？里面还是一个六边形，像纸一样的薄啊！Hello， 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飙车呢，我是薛俊峰，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大冰块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一台特斯拉的 Model Y 啊，我身后这台呢也是国产的。马斯克啊说过呢，我的车一定要组成一个非常性感的单词 ，sexy， 就是 SEXY， 最后就是这台 Model Y， 在美国啊已经上市有段时间了。我们身后这台车呢是国内的生产的版本，外形来看啊，它是台 SUV。其实现在特斯拉还真的就缺少一台这样的车型。 Model S 呢，它的定位呢是一个大型的豪华的轿车，然后呢出了Model X 啊，我们俗称 Model X，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 SUV。总来说呢，这俩呢都挺贵的，都得180万一台。后来呢，廉价版本抽了Model 3。对于中国来说呢，包括说对于全球来说呢 ，SUV 啊还是比较吃香的。所以说这个 Model Y 啊叫做姗姗来迟。现在呢，它的车型呢只有2个车型，那它售价呢是从33.999万一直到36.999万，分为高功率版本、低功率版本、长续航版本和高性能版本。低功率呢是317千瓦，高功率呢是339千瓦。续航里程呢有2个，一个是594，一个是480。当然我们这个呢买的就是稍微便宜的那个长续航4驱版本。除了黑的以外啊，所有的颜色，您要想换个色儿，需要加8000块钱。这个轮毂看着感觉这个有点小，我想换大一个行不行？再加8000块钱。当然呢，这车呢还是可以再去加一些什么自动驾驶包啊，也跟小伙伴去唠叨一下。首先呢，它有2个，一个呢叫做增强型的自动驾驶，你需要加多少钱呢？3.2万。还有这种完全的自动驾驶，这价格呢是6.4万。当然这个呢是向下兼容的啊。今天呢还是老规矩啊，我跟着冰块玩热爱车，我们来看看这台 Model Y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。特斯拉可以说开创了电动车外观的一个先河，就是这款啊是一个全封闭的这种形式。因为以前的汽油车除了跑车之外，几乎是没有车能够把前面进气格栅给取消掉的。但是对于电车而言呢，它的确有着先天的优势，就是它不需要那么大面积的散热，所以说它才会把前面做的呢与众不同。就是开玩笑啊，有点像鲶鱼。当然从外观整个来说呢，和 Model 3并没有本质的区别，唯一的区别就是变高了，吃胖了，就是这样区别。那我们把前面的引擎盖打开以后呢，会发现前面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储物箱。Model 3的进口下面呢都还是有一个毡布的那种形式，那这台车呢没有了啊，下面完全就是塑料。拖车钩呢是在下面，跟 Model 3一样呢，有一个紧急开口的形式，这个应该是美国的一个相应的标准吧，必定说是一个储藏的空间，你需要有这种紧急开口的这种开关，那这个位置也是有的。Model Y 包括说之前的所有特斯拉车型，前面的引擎盖啊，你是不能去摔这么去关的。首先呢，它这个盖儿很轻；第二呢，你就是往下摔吧，你也盖不上，你必须要用手去摁一下。行，这就是外观啊，见仁见智这点事儿。那么现在呢，到侧面跟后面看看这台变胖了的鲶鱼 Model Y 它是什么样的。好，我们来到侧面跟小伙伴去唠叨一下。其实对于 Model Y 也好，还是 Model 3也好的，它们的轴距是非常相似的。Model Y 呢，它是2890，Model 3呢是2875。Model Y 比 Model 3呢是大了15毫米啊，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现在的国产之后的 Model 3也好，还是 Model Y 也好呢，其实在侧面有些地方变化是挺大的。第一，前面的这一个摄像头换成了一个黑颜色的一个装饰，整个的车窗饰条变成了黑颜色。门的把手也是黑颜色，车窗呢依然是跟之前所有的特斯拉一样啊，都是一个无框式的。相信这也是很多小伙伴比较喜欢特斯拉的一点，因为无框车门一打开的确啊很帅气。中间这块有一个额外的摄像头，它的基础色是黑颜色，除此之外都是要加价的。这点很奇怪啊，国外的基础色呢都是白颜色，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，白颜色和黑把手、黑的框啊，就熊猫色，这个感觉有点奇怪。为什么只有基础色是不加价，剩下所有的颜色都是加价的？这个呢，就是对于你个性需求的一个代价。OK， 我挣你这8000块钱 ，Model 3也好，还是 Model Y 也好，你可以看到街面上跑的几乎90%以上
都是黑颜色的。如果是黑颜色以后呢，就意味着2件事情。第一，它的生产线、它的喷漆会更简单一些，因为它不用频繁的去换漆，包括它后面的维修这块可以更加的统一化。这是2条路线。OK， 你想要个性，我赚你钱；否则的话，我就是更统一的去管理，更统一的去制造。我觉得这个是很科学，包括说是很聪明、很精明的一件事情。后面呢，它的造型也是胖瘦不一样之外啊，跟之前的 Model 3呢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。然后这边呢写的是 Model Y， 左边呢是中文字的特斯拉，这个是特斯拉的标。当然呢，这台车是一个掀背式的，就不会有那种像 Model 3什么下雨啊，然后会漏水啊那种情况，这个车是没有的。好，我们中间的按钮摁开以后呢，它是一个电动的尾门，这点呢叫做一个小变化吧，是因为现在新的 Model 3都是有电动尾门的，以前都是没有的。其实可以看到特斯拉车型，其实它在不停的去完善，真的啊，这个还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。顶端呢并没有看见紧急解锁的一个插口，然后右侧呢是关上的那个按键，后面呢空间是非常大的，没有后面的挡板。出自于隐私和隐蔽的这块来说呢，我还是希望后面是有一个挡板的。后排的座椅它是可以424放倒的，左边是有一个相应的按钮，4+2的位置一扒，可以去放倒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侧OK， 也是可以放的啊，相对而言是比较平的。我们可以把下面的板打开，它是有2个板啊。第一个板打开以后，可以看到呢，下面是特斯拉相应的一些工具包啊，是有3角牌、说明书，然后是相应的应急包，然后呢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储物格，并且啊这一个板呢是比较厚的，前面有一个槽，这个槽呢是可以把这板塞进去的，就可以做一个支撑。后面这板呢也是可以单独打开，打开以后呢是一个小小的储物格吧，因为后面呢更多的是电机的部分，一些简单的薄的东西呢是可以放在这边的。2侧啊也是非常深的凹槽，然后也可以去放一些东西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储藏的能力吧，它是用我们的箱子啊测量一下后边的空间。我就不把这个座椅立起来了，我就会放到那个横线那边。OK， 在这儿是没问题的一个啊。好，那第2个并排2个。没问题，因为它上面还没有挡板嘛，这块也是够视线去观察后面的。横着2个，竖着也是2个，并且这边还能再搁一个包，没问题。哇塞，这个后备箱真的是超大，并且它是一个大开口，真的能装很多东西。好，这块呢就跟小板去聊到这儿，那么现在呢去车内看看这台车里面啊，跟小板去唠叨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车内啊，跟小伙伴去唠叨一下这台 Model Y 里面是什么样的。依然是继承了特斯拉的优良传统啊，就是你除了这个大屏之外呢，你可能看不到别的太多的东西啊，就是它的按钮是很少的。它的门呢开启啊，依然是像Model 3那样是一个电子触控的方式，它的按钮呢是在门把上一个按钮轻轻摁。门呢就轻轻的弹开了，这个完全是处于一个电子的状态。之前我们在 Model 3时候呢，也跟小伙伴去聊过啊，万一轰咚一下进水里面了，这个按钮摁不开了怎么办啊？它还是会有一个机械的方式可以打开的，也就是在这个4门1键升降按键的前侧。主副驾驶都是有的，强制用机械的方式把车门给打开，把窗户降下来，可以看到是无框的形式打开。它的玻璃窗是夹层的玻璃，这种玻璃呢，的确它的生产成本会更高一些，隔音效果呢也会更好一些，是因为它是密度不同的物质在一起之后呢，会对声波有更好的阻挡的作用。按钮呢，这个门上啊，可以说是全车里面最多按钮的一个区域了啊，其他地方呢就没有什么按钮了。好。这可以看到啊，一个门上面有6个按键。第2按钮多的东西呢，就是方向盘上面这个多功能的方向盘，我真不太愿意说是多功能啊，但它的确是多功能，它就是那种按钮很少。功能很多的多功能，左边呢也是会看到一个拨钮啊，也是左右可以拨，上下可以滚动，并且呢这个2边的拨钮呢是一模一样的，它没有任何的标注，是因为这2次的按钮在不同的时候起到的功能是有些不一样的。在静态的情况下，左侧多媒体、滚轮、声音大小、左右上曲下一曲，中央的按钮呢摁下去以后呢是静音的功能，右边这一侧呢中央钮摁下去以后呢是语音识别的开关，左右的波动呢是自适应巡航跟前车车距的调整，上下的拨钮呢在静态的时候呢是没有作用的。再往前看，右侧呢是它的挂档，那像奔驰一样啊，也是一个怀档形式，这也是特斯拉呢从一开始到现在呢一直在用的一种换挡的形式。顶端是 P 档，拨到
到上面是 R 档，下面呢是 D 档，并且摁2次下是自动驾驶，包括说 ACC 自适巡航那套东西啊，这跟之前的特斯拉呢也是没有任何变化的。左侧呢还是那些东西，雨刮的控制、大灯的控制、左右转向的控制，顶端呢也是单次雨刮开启的这样一个功能。摁住是滋水，这个也是为数不多啊，我们能够在表面上面看到的一些按键，其他的一些功能就全部都要在大屏里面去控制了。左侧呢有一个小汽车的标志，摁下去以后呢，就是对这个车最基础的一些控制。首先是快速控制，可以看到外部车灯的开关，您是开是关是自动啊，包括说自动远光都是在这块去调整的。往下。反光镜的调节，它不再有传统的反光镜的调节了，它是用左侧上下左右去控制，所以说它是没有任何标识，是因为它在不同的状态下它是不同的作用的。例如说反光镜摁下去以后，左反光镜选中用上下左右去控制，右反光镜摁下去以后用上下左右去控制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方向盘的调整，因为它是电动方向盘，可以用按钮的方式可以去调整的。再往下呢，包括说折叠、车窗锁等等这些东西，包括说亮度调节、自动的形式，全部都是在这里面。这些东西是我们在开车中用的几率比较高的一些功能。那剩下的呢，几乎就是你调整完了以后就不用再去管了，跟小伙伴去过一句啊。车灯呢，当然第一项呢还是大灯的开关，那个带快捷键里面也有，包括说后面顶灯是什么样，然后氛围灯这里面有选，车锁、车窗锁、耳洞锁都是在这边选的。好，往下显示有自动显示、夜间显示这些东西，然后驾驶呢有更多选项，例如说加速模式是标准还是轻松，转向舒适、标准、运动，包括说停止模式也是有3个的，叫缓行、转动和保持。缓行呢，就是正常的车的一个状态啊，就正常自动挡车，就是你抬脚它会慢慢往前溜。转动呢，就是你需要踩一下它会往前走。保持呢，你一抬刹车，它就基本就停那儿了。这个车呢也是有一个逻辑，就是你给调成缓行之后，你只要一摁 P 档，它就会自动默认到转动的模式。所以说这个车基本上一踩才会走的这种模式呢，是它一个默认模式。再往下呢是自动驾驶，也是会有什么自动转向辅助、什么自动辅助导航驾驶，包括说召唤功能。再往下导航啊、什么安全维护啊、软件更新啊，包括说它的手套箱啊也是没有实体按键的。开关在最下侧有一个叫手套箱，一摁啪就可以打开了啊，然后里面也是一个笼面的形式。关上以后呢，你几乎是看不到它是有一个手套箱的。依次往后啊是音乐，包括是摄像头、在线广播，然后有电话、有蓝牙电话、蓝牙音乐这些东西都会有的。然后 QQ 音乐、喜马拉雅本地化做的还是不错的。再往右呢是一个小摄像头的标识，按下去以后呢就是对这个车360度摄像头的一个操作啊，包括说它的哨兵模式、行车记录仪的等等这些东西。再往右呢是雨刮器的调整啊，因为这个也是用的几率比较高的，所以说它单独的列出了一个，而剩下的一些功能你是需要摁右边这个上箭头会展开更多的东西，例如说通话，然后日历、摄像头它也是包含在里面，然后能量充电、网络娱乐跟玩具箱。网络这个呢就是跳出一个浏览器啊，这个和之前版本的 Model 3它这个差别是有一些的。例如说呢里面的娱乐和玩具箱之前是需要摁那个特斯拉的标识，通过彩蛋的方式去出来的，而这个呢变成一个基础功能了吧。娱乐里面呢是有2大类，第一个呢是游戏厅，什么斗地主啊、什么欢乐麻将啊等等这些东西啊，这个本地化做的还是挺厉害的。右边呢是剧场，其实就是它一些视频功能，因为毕竟特斯拉的4G 的流量到现在为止都是免费的，行车的时候能看，你一挂 D 档，这个视频就会给你关掉。但是它会有一个 bug 是什么呀？就是当你关掉视频以后，当你下次再次摁 P 档之后呢，它的屏幕会变得很暗。这个我反复调了几次啊，我不知道它是 bug 还是需要什么别的方式解锁一些功能还是怎么样的，这我就不清楚了。所以说要不然要注意一下啊。玩具箱里面呢，包括说特斯拉之前比较有意思的，比如说什么放屁的声音呀，什么画板啊，下面就是一些空调的东西了。和之前的一样，依然是去一个电子的控制啊。这个最早就是在特斯拉上面有这么一个脑洞打开的形式，然后现在慢慢的自主品牌的很多厂商也在去学习这个东西。空调是有自动空调，并且还有爱选模式和露营模式，并且支持5个座椅的自动加热，支持方向盘的加热啊。从传统的汽油车的角度来看呢，它这个配置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。它的最重要的还是以地图为基准，并且你呢想去导了一个比较远的地方，它也会根据你当前的耗电去建议你在哪充电。到这个地方以后呢，你的耗电还是多少，它都是会
会非常智能化的去做一些引导吧，包括说呢，直接去看到它的超充的位置是什么等等这些东西。特斯拉呢依然还是特斯拉，从一开始到现在呢依然还是这种形式。特斯拉你开的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它的有些东西是有一定道理的，但是我还是会坚信啊，最常用的东西一定要摆在最明显的地方，在某些程度上面有一些功能，我还是强烈要求是这种实体按钮这种形式。当然说呢，也是会随着时间的改变，也许再过10年，也许连这种屏幕都没有了，说不定都是虚拟的，也有可能的。我们说以现在的这种状态来看呢，其实是能够理解当时马斯克做这套东西的时候，他的一个更远的一种前瞻性的思路吧。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，真的可能全世界也就那么几个人可以改变一些使用习惯吧。例如说乔布斯、马斯克，我觉得也应该算是其中一个人吧。这种全屏的方式，之前在传统的汽油车上面，可以说没有人去敢这么做，没有实体按键，谁能够想象得到？就像乔布斯一样，没有1、2、3、4、5、6这个按键，谁能想象得到？那个还叫电话吗？但是现在大家看啊，有键盘的电话您还买得着吗？这就是时代的变化。再往下呢，可以看到有2个放手机的位置，并且呢，这辆车也是集成了无线充电啊，并且两侧都是无线充电的，这又比 Model 3又进化了一步。Model 3呢，早期版本还是给你2个孔，后来呢，是2个板儿，现在呢，压根儿就给你做死了，这个也算是做的挺绝的了。我就想问了，我这手机万一没有无线充电怎么办？人家给你提供了2个 Type C 的接口。特别隐藏啊，就在这个整个中央储格的这2个地儿。你说我插上以后，我是塞在这里面呢，我还是放在这儿呢？放在这儿以后呢，我这线我没地儿放。你难道就真的以为买特斯拉的都是无线充电吗？录节目的前1、2天啊，发现了一个新闻，这个关于蔚来呢放手机无线充电的位置呢是在换挡把的后面。发现什么新闻呀？那哥们儿呢，手机放在这儿充电，前面一美女，我得停车，咣一脚踩上去以后，一脚急刹车啊，当然不是美女啊，那什么东西你也得急刹车呀。这个手机呢就非常不凑巧的呢传了出去，而且呢非常不凑巧呢，前面那挡把呢形成了一个小跳板。然后这个手机呢，风驰电掣，刹那间啊，直接撞在了中间屏幕上，把屏幕呢给撞了一个大洞啊。这个呢，当时在拆蔚来的时候，的确是没有发现这个东西，它的确是有一些潜在的风险的。但是呢，像特斯拉的这个位置呢是不会的，因为它是比较靠里的，就算你急刹车的话呢，也不会导致手机出去。好，再往后面呢，就是中央的一个储物格，也是有一个挡板的形式啊，轻轻一推，然后可以去收缩。Model 3呢是一个带磁力的一个小盖儿，相对而言呢，这种形式我会更喜欢一些吧，因为它基本上不会有误操作。Model 3的那个呢，你要是使劲点摁的话，它是会乱跳的。下面呢是挺大的一个空间，并且呢有2个特别不起眼的 Type C 的接口啊。对于国内的情况来说呢，我还是希望特斯拉呢再配一个传统的普通 USB 接口呢会更好一些。好，后面呢是2个小小的杯架，再打开是手套箱，有一个12伏的电源。上面呢这个车是没有开启式天窗，它是完全天幕的这种形式，并且中央是没有一个横梁的，这跟 Model 3是不一样的。Model 3呢中央是有横梁的，我个人是特别喜欢这种天幕式的天窗，但是呢没有帘儿。虽然说它的玻璃呢也是有隔热的啊，但是呢你要说想贴一个膜也不简单，包括说上面掉点什么东西，哐啷一下，您这玻璃碎了，真的不便宜啊。后面的反光镜啊也很小巧，很精致做着，但是啊，它这个后窗户吧，虽然说呢这个开口很大，但是它的窗户呢很斜，从这儿看啊，真的跟小鹏 P7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我终于知道小鹏 P7后面那个跟小监狱似的窗户是跟谁学的了，原来是跟他学的，开玩笑啊。所以说在某些情况下来说的话呢，是有一定的叫做安全隐患的，是不太容易观察。双闪在最上面是有小小的遮阳帘，说一下材质的分布，门板这一块是软性的，然后是一个搪塑的包裹材质。再往下呢是类似于像 Alcantara 的那种翻毛皮的形式，再往下呢是皮革的形式，然后有一个相应的缝线。再往下呢这块叫做硬塑料的，放水杯的地方呢也是有相应的绒布面，真皮
的方向盘，然后有木纹的装饰条，然后有镀铬的装饰条。仪表台呢是软性材质，搪塑的工艺，下面呢是皮革材质，座椅呢也是皮革的。其实整体来说呢，还是给人一种比较豪华的感觉。这也是特斯拉无论是100多万的 Model S 也好，还是20几万的 Model 3也好的，其实依然是这种感觉，也是有木纹，让人感觉无论是价格高低，都会让你有这种比较舒服的东西在里面。好，说一下座椅跟方向盘吧。这台车坐上去以后呢，明显是要比 Model 3是要高不少的，视线来说是没有问题，并且呢，一坐上去以后呢，就会让你感觉啊，这是一辆 SUV 的车型。但是呢，我有一个小小的槽点嘛，就是我现在的这个高度已经是最低的位置了。如果说它可以再低一点，我会觉得更好一些。从 Model S 到现在来说呢，特斯拉也是造了这么长时间车了，经验呢也是越来越丰富了。所以说大体的所谓硬伤这块呢，我倒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，依然是大冰块相对而言比较标准的坐姿，空间呢也还是 OK。右腿这边呢稍微的挡一点点，那总体来说空间呢也是够用的，尤其是高度这一块，无论是两边啊，包括说顶部，包括说前面的视野都是很宽广的，座椅舒适度也是 OK 的，非常的软和。行，前面呢就跟小伙伴去聊到这儿，那我们现在呢去看看后面啊，空间有没有大的改善呢？现在去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后边，跟小伙伴去唠叨一下后边这点事儿。后面门呢也是一键升降，开启方式呢和前面一样，也是有一个电子的一个按钮，也是按下去以后它的锁啊会释放。同样是和 Model 3有一个相同的问题，就是它的后面是没有那个紧急机械的开启按键的。Model 3拆卸的时候呢，会发现它的后门它有那根钢锁的，它只不过是没有装。这台车是不是这样呢？我们只能说拆开再看了，这个就真的不知道了。所以说呢，我还是依然还是有这个疑问啊，万一这个车咕咚掉水里面的，前面一开门跑了，后面您怎么办？安全这块东西啊，还是要做的完美一点。我还是要强烈要求呢，如果说像 Model 3一样的话呢，既然您有那个开关，您为什么不给做上呢？这是我要去提出来的东西。后面也是有2个出风口，下面呢也是有2个 Type C 的接口。后座呢依然是424的形式，尖头呢会有一个相应开关。我这边是4+2的位置，中央如果想单独开启的话，后面是有一个开关，也是一摁呢就可以去打开。看到了424的形式，中央还是有一个扶手箱，然后呢也是有2个杯架啊。座椅的后面呢是有单独控制的按键，所以说它的顶端这个按键呢也是一个电磁释放式的，你摁下去也会听见里面是有那种滋的声音啊，它是会电控它的这个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后座也是3档可调的角度，现在是最立直的角度，往后一压还是有一个大概是10度左右的一个调整的范围的。中央这一块呢，小伙伴们，你以为它是没有头枕的，但是也是可以把它 OK 推起来。单独头枕金属骨架，这个是没问题啊。所以说，在我们的评分表里面呢，这块也是相应的分数的。iOS Fix 的标准的安全座椅接口是有的，座椅的舒适度呢会比前面稍微差一点，前面座椅还是挺舒服的啊。说一下空间吧，完全的贴在座椅上，头部空间呢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毕竟没有什么顶棚啊、什么电动天窗机构啊，这都没有的，因为它就是一层玻璃嘛，所以说这个空间是 OK 的。前面在大冰块呢标准坐姿的情况下呢，有将近3拳的这样一个空间，所以说后排空间呢，是比较大的。最主要的是啊，顶部空间真的是大了好多啊，跟 Model 3相比的话呢，通透度啊还是有的。中央呢依然是非常平的地板，让3个位置啊脚都能够有一个比较舒服的空间。说几个相应的槽点，有些小伙伴会说这个车呢做的很糙，大缝子特别大，这门关着是不是？从外面看，您看这个门之间这大缝子，真的不开玩笑，我手指头能飞进去，别的车几乎是找不到。就这大缝子，虽然呢我呢兴许能够理解工程师的思维，为什么呀？就是它现在呢里面的一些角啊都做得很圆，包括说这块也很圆，缝很大。
Model 3呢，给你感觉还是一辆车。Model Y 你坐在车的后面，它的空间毕竟大了很多嘛，就是它会给你感觉是有一些家居的，包括说有一点点卧室的那种感觉，很多东西做的是很圆的东西，包括说中央扶手也是很圆圆滚滚的，这块呢是给我的一个感觉的渗透吧。整体的装饰呢也是类似于像轻奢呀、什么北欧啊那种装修的风格，真的是有这种感觉的。还有一个槽点是什么呀？前排座位的那个轨道后面这块它太靠后了，这块做的很突兀，感觉什么呀？挺好的一个家，你那柜子腿儿吧这样的深的。还有一个什么呀？传统的电动的座椅呢，它的下面呢总是会有一些什么座椅电脑啊、一些电机啊，包括说一些线呀、这些东西。这台车下面呢做的很简洁，就是我其实是能够明白这个座椅它的集成度是比较高的，并且呢它的出风口啊也是压得很低，导致于呢下面呢它就有点太通透了。从使用来说呢，似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是呢我会产生一个疑问。举例子啊，我手上是一个瓶瓶罐罐。这个东西我扔地下了，对吧？前面呢开车，咣一脚急刹，这一个瓶子轻而易举，我刚才这一不乱，直接就已经到驾驶席的脚下了。这个时候就会有一定风险，这个瓶会不会卡在刹车的下面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。当然说呢，对于其他的车而言呢，兴许也有这种可能性，但是它下面吧太通透了，所以说呢，这个风险会更高一些。小伙伴要注意一下，这个车的后面呢，别放更多乱七八糟的东西。除此之外呢，就没有什么太多了，因为毕竟说这也是特斯拉的第4代车了。相信呢，在它的造车的工艺中呢，应该是会越来越成熟的。当然，我们之后拆车时候呢，会看得更清楚一些。明天呢，我会把这辆车开起来，看看更高一些这个 Model Y 在开起来过程中，它会不会有一些奇怪的感觉？好，今天大飙车就跟小伙伴聊到这儿，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，自己车自己做主大平块，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的话的大平块。我们这台 Model Y 的试驾我们再见，拜拜。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，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。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，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会进行同步更新的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点击下面的订阅，当然呢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